唐朝詩人杜牧遊歷江南嘅時候寫低咗一首詩《江南春》：千里鶯啼綠映紅，水穿山國走奇峰。南朝480子，多少樓台煙雨中。古人讚泉州，此地古稱佛國，滿街都是聖人。毫無疑問，當今嘅泉州係繼承咗杜牧詩句入邊最符合唐宋時期嘅佛國形象，保留咗最原汁原味嘅唐宋遺風，處處都係寺廟，滿天皆是神佛。泉州石獅海邊嘅一座小島上，係一處海天佛國。小島上嘅建築完全圍繞着島上嘅寺廟樂家寺嚟展開。喺潮汐嘅漲退間，樂家寺既屬於大陸，又屬於大海。漲潮嘅海水淹沒咗沙灘，便成為咗一座孤島。呢種若即若離、藕斷絲連嘅感覺相當之奇妙。佛門原本喺清修之地，建喺一座島上，最合適不過。但係佛家講究普渡世人，解救眾生厄苦，又與世俗息息相關，因而潮汐便成為咗溝通世俗同埋佛界之間嘅橋梁，既係回頭是岸，又係立地成佛；既係井水不犯河水，又係水乳交融，既矛盾卻又和諧。樂家寺嘅建成至今不過20年嘅時間，簡短嘅歷史上，終日香火鼎盛，仙氣飄飄。地理位置嘅優越，比之大多數嘅寺廟，着實係有着太大嘅優勢。佛教嘅宏大氣度同埋大海無量嘅結合，造就咗獨特嘅人文景觀。海風嘅吟唱夾雜着海浪嘅節拍，一陣陣嘅檀香味，漂浮喺水汽嘅迷蒙中。金頂琉璃瓦配上顏色艷麗嘅雕塑造型，遠處睇嚟如天上宮闕，如瓊樓玉宇，似浮光掠影，亦都似海市蜃樓。有傳說稱，樂家寺原喺安海鎮境內，始建於唐朝玄宗時期。一位名叫維斯禪師嘅高僧乘舟入海，不想遭遇暴風雨，船隻被吹至今日嘅石獅鎮海岸。維斯禪師睇到附近有一座山，便登上山尋求避難。喺山上，佢發現咗山神廟嘅遺址，決定喺此處建立一座佛寺，於是便有咗石獅樂家寺。但經過咗明清兩代持續數百年嘅封關禁海令，海邊成為咗罪惡之地，最終古老嘅樂家寺變成咗廢墟。泉州呢個地方喺唐宋時期開始，各種思想匯聚，各種宗教林立，曾經何其出名，何其輝煌，卻喺明清時期黯然失色。雖然唔可以話係墮落，但起碼失去咗當年嘅風采。號稱宗教嘅博物館，卻任由一座海天佛國變成咗廢墟。海邊呢座古城嘅建立，距今已經有600多年嘅歷史，叫做永寧古城。喺600多年前，正係沿海倭寇橫行嘅年代。當時嘅明太祖朱元璋專門設立咗永寧圍，同埋當時嘅天真圍、威海圍，成為咗中國嘅3大圍城。今日嘅東海，當時叫做東瀛。台灣海峽屬於東海嘅範圍。永寧城嘅大門面朝東海，因而叫做東瀛門。永寧圍嘅設立，因為佢嘅地理位置特殊，一直以嚟都係閩東南地區最重要嘅海防基地。明朝前嘅泉州，城門大開，三樓九校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有。明後嘅泉州，城門一關，阻塞咗同埋世界貿易嘅交流。永寧圍嘅設立，換個角度嚟睇，係社會開放走向封閉嘅一個轉折點。泉州喺世界商業貿易上嘅地位，從此就慢慢走向咗衰落。雖然話係衰落，但畢竟爛船都有3分釘，瘦死嘅駱駝大過馬。泉州港仍然有着不可取替嘅作用。明朝時期實施嚴格嘅海禁政策，禁止私人進行海上貿易，只能由官方指定嘅官府貿易船隻
先至能夠從事對外貿易活動。私人不得擁有海船，國家壟斷咗海上貿易嘅專權，由此民間嘅海上貿易備受打擊，進而鑽入咗地下，變成咗龐大嘅走私團隊。永寧古城呈現出嚟嘅民眾風俗習慣、建築樣式方面，通通都同海外有着莫大嘅關係。沿海一代又一代嘅閩南人落南洋到東南亞，帶翻咗大量其他民族嘅審美同埋生活習慣，亦都把閩南文化傳播到海外。泉州就係各種文化交匯嘅碰撞點，出海謀生、出海貿易成為咗閩南人嘅一個文化標籤。除此之外，立足當地、巧取功名，依然係傳統社會嘅主旋律。北方嘅多次戰亂，大量嘅漢人南遷，歷史上係漢人衣冠南渡嘅重複事件。特別係唐宋後期經濟重心嘅南移，士大夫家族、富商文人各個階層嘅人為咗躲避戰亂，舉家南遷。閩南一帶聚集咗大量嘅門大家族，呢啲大家族繼承咗儒家思想最重要嘅治國平天下嘅夢想。讀書、做官、從政係儒家思想安身立命嘅畢生追求，亦都係維繫家族生存最可靠嘅手段。因而讀書嘅風氣經久不衰。歷史上泉州曾走出過2554名進士，文武狀元8位，20多位宰相。宋代朱熹喺《開元子》中所題匾額：此地古稱佛國，滿街都是聖人。雖然比唔上江南一帶嘅士子數量，但係以泉州嘅地理面積嚟講，亦都絕對算得上係人才輩出。儒家文化代表嘅朱熹感嘆嘅當然係泉州嘅人傑地靈。中國傳統社會歷嚟都係農業為主嘅社會，但喺泉州呢塊地方係一個例外，山多地少，面臨大海，可耕作嘅面積並不多，因而從事商業嘅人比農業要多。農耕嘅社會自稱天朝上國，號稱物產豐盛，2000年嘅傳統過嘅都係自給自足嘅小農生活，大多數時候採取嘅係重農抑商政策，商業受到打壓，極其落後。當地人喺經濟嘅驅動下，只能漂洋過海，出海求生存。背井離鄉並非係初衷，實屬係無奈之舉，更多係由市場環境而塑造出嚟嘅族群特徵。光明正大嘅出海受到咗壓制，為咗生存，幾百年嚟就形成咗以偷渡嘅方式去實現。只要有需求，資金總會有辦法流向有利可圖嘅地方。而留喺當地嘅人們，因為可耕作嘅土地面積少，亦不得不從事加入商人嘅行列。因而泉州喺唐宋時期嘅商業繁榮，係地理環境同埋社會環境雙重推動嘅結果。總體上嚟講，福建人、閩南人嘅經商天賦、出海冒險嘅精神、對儒家出將入相嘅追求、對滿天神佛虔誠嘅態度、對於刻喺佢哋身上嘅各種標籤，與其說係佢哋主動嘅選擇，不如說係一種自然嘅選擇，係演化嘅一種結果，與個體與族群並冇直接嘅關聯性。有直接關聯性嘅係經過咗長期嘅演化，變得更加市井。呢個詞並不意味着係貶損嘅意思，而係世俗，係生活化嘅寫照。建寺立廟、求神拜佛係一種市井，升官發財、漂洋過海同樣係一種市井。呢種市井嘅行為同埋生存嘅本質互為因果。